众所周知，狼是一种非常凶残的动物，它们几乎不会放过落入它们口中的任何食物。如果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遇到如此凶残的动物，最终的结果肯定都是大家预想的那样。但总会有世界之大，总会有例外。母性总是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无法用正常的思维去了解它。在深山处，一位女婴正在嗷嗷大哭。就在刚才，她的父母在驾车的过程中，车子出现故障，翻下了山崖，夫妇两人不幸身亡。好在千钧一发之际，母亲将她拥在怀中，才避免所有的悲剧发生。虽然女婴在母亲的保护下活了下来，但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没有任何生存能力。在这大山深处有很多凶猛动物，这些凶猛动物毫无人性可言，它们的生存本能决定了它们不可能会有恻隐之心，它们只想着填饱肚子。即使是成年人，想要在这么危险的地方生存下来都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是一个嗷嗷待哺、手无缚鸡之力的婴儿。这个可怜的小女婴，可能最终会因为没有食物饿死，或者是成为野生动物的饱腹之餐。这时候，一只为自己孩子捕猎的母狼嗅到人类的味道，正在赶过来。当它到达现场时，被女婴的哭声吓了一跳，然后发出嚎叫声。奇怪的是，女婴并没有被母狼的叫声吓到，反而因为母狼的嚎叫声，奇迹般的不哭了。母狼来到了孩子身旁，小心翼翼地打量着。看到这个毛茸茸的家伙，女婴发出咯咯的笑声，竟然想要伸手触碰它。可能是看到这个人类的孩子，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母狼没有伤害女婴，而是把女婴叼回自己的狼窝。把女婴带回来以后，母狼将它与自己的幼崽放在一起，像哺育自己的孩子那样给母婴喂奶。我们不知道母狼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但女婴也因为它存活了下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母狼将它当作自己的幼崽哺育了起来。狼妈妈非常维护这个孩子，不允许自己的幼崽伤害它。渐渐的，女孩融入了这个小家庭，她和狼宝宝们一起玩耍，一起在狼妈妈身上找奶喝。她会好奇地揪着狼妈妈的耳朵去蹭她的毛发，这些都没有引起母狼的不适，反而狼妈妈还会很宠溺地爱抚女婴。本以为女婴会在母狼的庇护下慢慢长大，然后和母狼一家永远生活在一起。可这天，大山深处突然来了一群猎人，这群人类是为了猎杀狼群而来。为了活下来，狼群四处逃窜，猎人找到了母狼的巢穴。这时，小狼崽们已经可以自由跑动起来了，只有女婴还是一个只会爬行的孩子。经过母狼的悉心喂养，女婴长大了许多。此时，狼妈妈虽然想要把女婴带走，但面对这么大的孩子，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经过万分纠结，虽然很不舍，狼妈妈最终决定把女婴留在山洞里，因为她知道，即使不带走女婴，人类也不会伤害她。同时，她也明白，这个孩子应该要回到人类社会。当猎人进入山洞时，早已没有狼的踪影，只见一个浑身脏兮兮、正在洞里嚎啕大哭的女婴，这令猎人十分惊讶。面对这个可怜兮兮的小家伙，一对恋人夫妇决定收养她，把女孩带回家中，将她收拾干净，并给她取了名字。女婴过成了正常的人类生活，但她一直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狼妈妈，在她的印象里，始终有个毛茸茸的大家伙。10年过去了，女孩长大了。一天，她随父亲上山打猎，突然听到远处有狼嚎声，这种声音似乎有着某种吸引力，让女孩来不及多想，径直朝着这个声音跑去。此时，父亲也明白了些什么，为了保护女儿，他也随着女儿一起奔跑。当他们来到深山后，就看见几只狼出现，他们并没有伤害父女两个，他们蹭了蹭女孩，好像要告诉她些什么，随后将他们带到了一只老狼面前。这只老狼正是女孩的狼妈妈。此时的她奄奄一息，
母狼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由于太过思念女孩，所以一直强撑着一口气，因为他知道自己有一天一定会再见到自己的这个孩子。女孩跑过去抱住了狼妈妈，看到这一幕，女孩的父亲也不禁泪目了。时隔多年，女孩终于和她的狼妈妈团聚了。因为这次重逢非常短暂，所以他们彼此都非常珍惜。也许接下来就是阴阳相隔，但至少在这一刻，他们是幸福的。一位身强体壮的牧民从未把自己的眼睛瞪得这么大，直冲着他的正前方，而在他前方的竟然是一只表情非常狰狞的母狼，他也把眼睛瞪得非常大。这只母狼凶狠的目光恨不得一下子把这名强壮的牧民击碎，而他只不过是本能似的想要保护自己刚出生不久的一窝小狼崽而已。那这位强壮的牧民到底为什么要招惹这只母狼呢？牧民如往常一样外出捕猎，打算多囤点食物过冬。然而还没走一会儿，原本还阳光明媚的天气突然骤变，乌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聚集在一起，随后便不断地压向地面。还没有过多长时间，雪花就从天空中不规则飘下，冷冽的寒风也如期而至。看这个样子，马上就要下暴雪了，牧民心里想着。已经出来了，不打点东西回去感觉很亏，于是牧民就放下了捕兽夹，打算在雪下大之前能打到猎物是最好的。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已经不小心踏入了一只母狼的领地。母狼见牧民闯入他的领地，趁他还没注意时，就准备向他飞扑过去。当这只母狼接近了这位牧民，还没起跳时，却踩到了地上早已放置的捕兽夹。也不知道这只母狼怎么跑的，捕兽夹一般都是会夹在狼脚上，而这只捕兽夹竟然夹到了这只母狼的腿根处，甚至夹到了内脏。当这只母狼疼得嗷嗷叫时，牧民才反应过来，自己刚刚竟然差点被狼成功袭击。倒在地上的母狼忍着剧痛马上站了起来，对着这位牧民怒目而视。而这位牧民也瞪大了眼睛，自己从未遇到过如此突发的危机状况。但对这位牧民幸运的是，他面前的母狼已被捕兽夹直接伤害的要害了。看到母狼嘴中还流着血，这位牧民已经猜到自己还是有存活的机会的。不过就在这位牧民跟这只母狼对视没几秒，牧民还是36计走为上计，这位牧民撒腿就跑。果然，母狼在严重受伤的情况下，本能反应要继续追击，可惜没跟多久就停下了脚步，摔倒在地。受伤后再加上剧烈运动，他直接应激死亡了。然后这位牧民察觉到后，就返回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一看不得了，刚刚情况太危急，没有注意到在刚才自己被母狼袭击的地方，还有一阵阵小狼崽们的嚎叫声。这位牧民找到这一窝小狼崽后，才确定刚才自己所面对的是他们的狼妈妈。那么紧接着一个问题就出来了，这一窝小狼崽怎么办？如果就在这里让他们自生自灭的话，暴风雪越下越大，不饿死也先要冻死了。没有想太久，这位牧民就索性把它们全部装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秸秆袋中，顶着风雪回家了。当这位牧民把这些小狼崽们接到家后，这位牧民的孩子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的孩子只是听说过狼，还没有亲眼见过，更别说这些小狼崽们。其实牧民放牧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家里的孩子也会早早就来帮忙，所以在孩子不用上学的假期中，除了放牧外，另一件肯定会做的事儿就是陪伴这几只小狼崽。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狼崽们也发育得很快，从只会趴着喝奶到四处乱窜，真是过了没多久。每天看到这几只小狼崽围在自己身边，活蹦乱跳欢乐的样子，这位牧民的孩子也会由衷地感到开心。在这个纯洁的小孩与未产生野性的小狼崽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独有的深厚感情。这些小狼崽在小孩的面前仿佛就是一群小狗狗一样，对着主人跟来跟去的样子。不过这位牧民看着自己的孩子跟一群小狼崽这样嬉戏玩耍，却越想越不对劲。他出于对自己孩子的关心，突然想到一句俗语：可怜狼的人要被狼吃掉。但是善良的他一转念又想到，狼这种野生动物本就值得保护，而且大家也总又说万物皆有灵。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终于这位牧民的善心占了优势，他决定要好好对待这几只小狼崽。他决定不能就像养宠物狗一样去养着这几只小狼崽，而是应该逐渐让小狼崽们恢复野性、兽性，最终还是要把它们放生。那么应该如何让这些小狼崽们逐渐恢复野性呢？这位牧民对此还真没有什么经验，只好按自己印象中的狼的生存方式来让这些小狼崽们去适应了。当养这些小狼崽们没几个月后，这位牧民就把他们带到了有各种小野生动物的山林，开始有监护的放养。当然这得抽空，每天放牧的主要工作还是不能丢的。总之，这位牧民的意思就是让他们自己生存，看看可不可以去主动捕猎。不过经过几次的尝试后，这位牧民终于发现，不给他们吃饭后出来放养，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野性。饥饿到一定程度的小狼，眼神明显发生了变化，从宠物似的温柔的样子，很容易就开始龇牙咧嘴，凶狠了起来。又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有小狼可以自己抓住小猎物了，这说明距离他们回归自然又近了一步。虽然这位善良的牧民希望这些小狼们可以回归自然，但是经过这么多天的接触，难免会产生一些人与野生生灵之间的特别感情，特别是他的孩子，与这些小狼们的玩耍几乎成了他孩子的主要精神寄托。不过随着这些小狼们的逐渐长大，这位牧民终于有一天对他的孩子说，我们应该让这些小狼们回归自然了，他们属于自然，他们需要再找回属于他们自己的同伴。这位牧民的孩子听到自己父亲这样语重心长地说后，虽然情绪上非常不高兴，但是还是懂事地同意了自己父亲的建议。就在这一天上午，这位牧民和他的孩子并带着这几只小狼一同来到了当初救他们的地方，而这次是故意把几个小狼喂饱之后才把他们带到这里的，而平时训练时经常会让小狼们饿着肚子。小狼们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仿佛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似的。他们站在这位牧民和他的孩子面前一动不动，只是时而盯着孩子看看，时而盯着牧民看看，甚至眼角也被泪水浸湿着。看到这群小狼这个样子，小孩终于忍不住大哭了起来。他的父亲虽然非常强壮，但他这样的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这时也不由得泪如泉涌。他俩都深情地摸了摸这些小狼们，为了不让小狼们再跟回来，他俩就坚定地转身离开了。而这些小狼们似乎也明白了此次出行意味着什么，他们虽然没有再一次跟上牧民与孩子，但也是目送了很久很久。然后这位牧民与他的孩子的生活似乎就恢复成了像以前一样，只不过他们俩也会时常聊起来这一段喂养并训练狼儿们的奇妙经历。有一天早上，有些许的雾气降临，这位牧民的孩子也如约去找朋友玩耍，谁知道这雾气是越来越大。牧民的孩子与他朋友们见状感到不妙，于是就各自回家了。
不过他的朋友们距离玩耍的地方都比较近，都很顺利地回到了家。但是这位牧民的孩子越走越看不清前方的路，由于年龄也不大，一方面是看不清路况，一方面又是被这种大雾给吓住了，也不知怎么的就走进了一片山林中，大雾仍旧笼罩着他。他的情绪突然开始有些崩溃了，于是他开始大声喊叫，开始哭泣。在野外这样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永远无法知道周围有什么野生动物。不过就在他独自一人绝望地哭喊了许久后，竟然听到了一阵阵狼嚎。于是他根据自己的本能反应，更加的绝望了。这种天气再被狼攻击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不过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哭声，直到这群狼走近了他。结果他一看，这群狼怎么如此的熟悉，而且这些狼也丝毫没有敌意的样子。没过多久，牧民的孩子从极度的恐慌变成了一脸疑惑。就在他一脸懵在原地时，其中一只狼冲着他叫了2声，就又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看了看，然后这群狼都跟着去了。这牧民的孩子似乎也心领神会了，也就跟着走了。令人惊讶的是，走了好一会儿后，突然孩子的父亲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父亲低头看了看旁边，竟然还有一群狼，突然吓了一跳，不过马上就反应了过来，这不是我们喂养的那些小狼吗？它们毛发的颜色我可记得太清楚了，现在竟然长这么大了。先不说这些了，孩子呀，找了你半天了，你跑哪里去了？可担心死我了。父亲边说着边把孩子紧紧抱在了自己温暖的怀里。许多事情仍然超出人类理解之外，某些事件无法用科学或逻辑来解释，开始激发每个人的恐惧，这就是神话和传说产生的方式。这在小村庄中尤为真实，那里的谣言传播得非常迅速，人们往往夸大事实以增加娱乐性。今天我们要告诉你的故事非常惊人和不寻常，它讲述了人类的恐惧如何改变现实。这个故事发生在远东的一个偏远村庄，位于虎林的边缘地带。一个寒冷的1月早晨，一位当地居民走出家门检查周围环境，但当他看到刚刚降落的雪地上出现了巨大的狼脚印时，他感到吓呆了。这些脚印直接从森林中而来，沿着道路蜿蜒前行，然后来到了邻居家。出于恐惧，这个人跑回家，拿起枪，打电话叫来了一位朋友，他们一起跟踪这些脚印，希望找到侵入者并射杀他们。两人感到惊讶的是，2只狼的脚印进入了同一个当地居民的院子，却没有再出来。这是否意味着狼还在里面？这2名猎人准备好了枪，敲响了大门，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走了出来。他听了听邻居的话，然后说他没有见到任何狼。感到惊讶的猎人们返回家，但他们仍然担心。几天过去了，大雪纷飞，现在整个村庄都覆盖着新鲜的雪。早上走出家门的时候，同一个人再次看到新鲜的狼脚印，这些脚印蜿蜒穿越整个村庄，再次通向同一个住着一对老夫妇的房子。他们再次否认有狼的存在，并且不知道这些脚印是从哪里来的。村庄陷入了恐慌，没有人能够解释这些脚印是从哪里来的，以及这些不可见的狼是什么，他们为何来到村庄并且不离开。人们开始相互讲述这个故事，每次都加入自己的细节，甚至有人坦白承认他看到了2只狼人在夜间漫游村庄。人们害怕离开家，孩子们不被允许去上学或在外面玩耍。
男人们组织了巡逻队，每晚都出去，希望抓住这些前所未见的扰乱和平的动物。当没有发现任何动物时，这些男人意识到他们的巡逻可能会吓跑这些动物，于是决定分散隐藏在村庄的不同地方。经过几个晚上的等待，一切终于揭晓。在伏击中，其中一名男子突然看到他们一直在等待的东西从森林的一侧进入了村庄。2个巨大的身影，显然是2只巨大的狼。他们缓慢地沿着他们常走的路线蜿蜒穿过院子，来到了一对老夫妇的房子，然后消失在他们的大门后面。一直在观察他们的男人走到篱笆前，往里看。他们所见之物使他们不禁停下来，感到困惑。这所房子的主人打开了门，让这2只巨大的狼进了屋子，然后看了看，好像想确保没有人看到他们，然后关上了门。猎人们开始砰砰地敲门，大声呼喊让他立刻出来，并向他解释房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意识到他们再也不能隐藏这2只狼，老夫妇向男人们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原来2年前，他们在森林里散步时发现了一只被偷猎者杀死的母狼的尸体，尸体旁边躺着2只幼狼。起初，这对夫妇以为这2只幼狼也已经死了，但突然他们发出了微不可察的声音。他们捡起这2只幼狼，意识到他们还活着，于是决定把他们带回家。他们无法告诉村里任何人，因为这违反了规定。通常情况下，狼会被杀死，因为它们对当地居民和牲畜构成威胁。因此，他们暗中喂养了房子里的狼幼崽，然后将它们带回了森林。但与他们的期望相反，狼并不想离开他们的救助者，经常在夜晚潜伏下来到他们的房子里。在那里，他们玩耍并躲藏，一直到清晨才返回森林。老夫妇尽力保守他们的秘密，明白与人见面可能不会有好的结果。尽管他们害怕，但当地居民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他们同意不杀死这些温顺的狼，而是让他们安然返回森林。毕竟，他们没有伤害任何人，甚至赶走了其他的狼，使村庄更加安宁。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那么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动物能够说话，那将为我们人类节省许多麻烦，因为它们中的许多都拥有预知的真正天赋。有许多关于动物如何能够防止可怕灾难的令人惊奇的故事。然而，不幸的是，有许多情况下，人们无法识别他们宠物的苦恼信号，只是忽略了他们那些4条腿的朋友努力试图告诉他们的事情。可惜，我们尚未学会充分信任我们的宠物，也许生活中的许多错误本可以避免。我们今天的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斯瓦尔巴特冰原，它位于北极和挪威之间，那里的气候极其恶劣，只有坚强的人能够适应艰难的生活条件。那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在矿山工作，薪水很高，所以许多东欧人以合同形式前往那里，在这种艰苦而危险的工作中度过长时间。只有雪橇才能到达那里，因为周围都是难以穿越的积雪，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克服这片崎岖的地形。当地人善于驾驶雪橇，对他们来说，去工作并不困难。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签署了一份为期1年的矿山工作合同，现在他正在驾驶雪橇前往工作地点。数英里内没有人烟，明亮的阳光照射在冰山和雪山上。这名男子驾驶得相当快，并享受着周围风景。然后他的目光落在一个小小的移动物体上，于是减速下来，竭力望远，试图看清躲在雪中的是谁。他驾驶着车逐渐靠近，他看到一只小白熊幼崽，由于引擎声音吓到，
正在试图逃跑。这名男子小心翼翼地四处查看，因为附近应该有一只母熊，但他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矿工为这只幼崽感到遗憾，因为将它留在那里意味着注定让它面临死亡。他关闭了引擎，缓慢下车，走进那只冻得发抖的小熊幼崽。这只幼崽已经没有力气逃跑了，现在它无助地坐在那里，直视这名男子。男子小心翼翼地将它抱起来，将它贴近自己。他们一起走到了村庄，并进入了温暖的房子。他用炼乳和面包喂养了这只小熊幼崽，然后他吃饱后甜蜜地在火炉旁入睡。这名男子认为熊幼崽在醒来后会想离开，但他决定留在他的救命恩人身边。这只小熊很快在其他工人中间变得非常受欢迎。那里的娱乐不多，所以观看小熊是一种真正的享受。下班后，男人们会前来拜访，带来各种吃的，和小熊玩了很长时间。但他真正忠诚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拯救了他免受饥饿和寒冷的人。有一天早晨，这名男子准备去工作，但这只北极熊的行为与往常不同。它跳到主人的脚下，咬着他的裤子，试图阻止他离开房子。这名男子认为他只是想要更多的关注，所以多待了一会，摸摸他，但熊却不让他走，凝视着他的眼睛，仿佛试图传达什么信息。但那天，这名男子已经迟到了，于是他承诺稍后会花更多时间陪伴他，然后离开了房子。他无法兑现这个承诺，因为在矿山工作的那一天，矿山坍塌，这名矿工被困在里面。在这段时间里，小熊幼崽在他的房间里哀嚎和咆哮，然后突然冲出去，仿佛感觉到主人需要他的帮助。他飞奔到矿山，再也没有人见到这只小白熊幼崽。村里的所有人都为失去他们的朋友和同事而感到悲痛。只有一段时间后，他们才记起这只小熊幼崽，它在主人去世的那一天消失了，再也没有回到村庄。从那以后，已经过去了几年，极地熊幼崽和它的主人的故事一直在工人之间传颂。他们经常回忆那些快乐的时光。有一天，当他们走出家门，他们看到地平线上有一只巨大的北极熊，它站在远处注视着这些人。有人认为它可能是他们已故同事庇护的同一只熊，或者也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北极熊。然而，这个故事的主旨不变，有时候我们应该倾听我们宠物的直觉。如果他们的行为异常，他们可能试图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停下来，试着明白他们究竟想要什么。你是否有类似的故事，关于你的宠物警告你潜在的危险？请在评论中与我们分享。